你想用你的小聪明，让我改变对你和你妈的看法，别自作聪明了。失去的瞬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天空漂浮的雨，像你啊，自由。给我一个秘密，好美丽。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看烟火的绮丽。我不逃避，回头把你抱紧，躲开人群找你。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承受不了这点伤口酿成了遗憾。让爱消磨殆尽，最后失去你，眼泪教会我懂事，这是最美好的事。各位董事早。蒋叔叔，您来得好早啊。哎，刚才谁说阿衍不回来啊？我就说他一定回来。啊，来了。阿衍，你没让我食言呢。果然还是蒋叔叔了解我啊。今天大家都是为了我而来，我怎么会不来呢？阿衍，今天在座的可都是长辈，都是盛海集团的元老。我们今天开这个董事会，就是为了选出新的集团总裁。我知道，我想各位董事心中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人选。阿衍，你还年轻，眼光放远一点儿。无论我们谁当上总裁，都不会辜负你爸爸的一番心血。蒋总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让盛海稳健地走下去。哎，小周啊，你还年轻啊，这个总裁的位置呢，最好由有经验的长辈来做比较合适。我认为啊，蒋总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能力带领盛海集团走出现在的低谷啊。是啊，我也认为啊，蒋总是最合适的。小周啊，太没经验，他是个运动员出身啊，他懂经济吗？啊，他懂商业吗？所以我认为啊，蒋总是最合适的。我有不同的意见。蒋总的能力和经验，我们谁都不否认。但是，我们要明白，集团要有活力，要有更新的观念。阿衍之前在商界的成绩，我们大家都有所耳闻吧？我认为，阿衍接替他的父亲出任盛海的总裁，能让集团更有活力，能让盛海迅速摆脱现在的困境，重返商界的巅峰。各位听我说啊，我们今天在这里选新总裁啊，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点，就是按照董事会的章程来办。那么
蒋总持有盛海公司11%的股权，我们前任总裁周宾礼持有我们盛海17%的股权。那么周衍照和周小萌各继承了他1半的股权，也就是说，周衍照现在持有盛海8.5%的股权。那么蒋总无疑是现在盛海这些股东当中持有股份最多的，理应成为我们这一届的新任总裁。大家说是不是啊？啊，没错。各位前辈，我非常赞成王总的说法，董事会的规章制度一定要遵守啊。不过，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份文件。各位，请看荧幕上的文件。怎么回事？当年我爸一心想要我进盛海，接掌盛海集团。当时我很抵触，因为我认为盛海是一艘破旧、笨重、超载，在浪里被动前行的破船。盛海集团成立20年。分属公司17家，看上去是稳固发展，涉及产业越来越多，行业越来越广。但是最近几年，利润增长却越来越低。前年，徐总负责的润和地产因管理不当导致亏损，还是大浦港的盈利资金填补的。去年，王总的制药厂因药检不合格，直接导致工厂停业整顿长达7、8个月，损失惨重。当然，这还不包括危机公关的开销。徐总、王总，我说的这些可都是事实哦。蒋叔叔，您亲自策划的旅游地产项目，据我所知，董事会已经开出了风险评估报告，建议重新规划。不过，这也是我举出的个别的例子。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未来5年是盛海集团非常关键的时期，犹如在浪里行舟，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我认为，盛海未来的发展必须要转型，逐渐减少对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我知道，我还年轻，还不太了解公司的情况。要是没有我爸的话，我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阿燕今天是有备而来啊，公司内部的情况摸得是一清二楚。盛海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对于我爸来说，盛海和我都是他的孩子。对我而言，盛海就是我的亲人。是啊。各位董事，那就按照董事会的规章制度，按照本会议的议程，大家开始投票吧。恭喜您，周总。蒋庆成在盛海多年，早就有了自己的一番势力。
我周远照只不过是个空降大少爷，实力悬殊，硬拼起来，我真没什么胜算。今天在董事会里，大部分董事可都是站在你这边的。董事会那帮老江湖，看重的都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那点利益。他们害怕蒋庆成一旦控制了盛海，早晚拿他们开刀，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能制衡蒋庆成的傀儡，而这个傀儡，就是我。您是不是之前都见过了这些董事，并且说服了他们？要不然这些董事怎么可能会给我投票啊？果然是江门虎子。好了，不吹捧了，我们只是打赢了一个小胜仗。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艰难。蒋庆成还是盛海的副总，只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给他留下反击的余地啊。况且，真要实施我对盛海未来的发展规划，远比坐上总裁的位子要艰难。周总，您已坐在这个位子上了，要做什么事情，不都是您说了算？总裁之争，对手只有蒋庆成一个。可是真要改革转型，恐怕大多数董事都会受到影响。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了。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想要发展民宿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您看一下这间办公室，还有什么需要更换或是调整的？没什么了，你帮我在这里添排书柜吧。好，我这就去办。爸，你在天堂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让盛海集团乘风破浪。阿爷，小萌，你好点了吗？我好多了，你怎么来了？看你都站不稳了，快进去休息吧。来，小萌，躺好，生病了就要好好休息，知道吗？这病来的可真不是时候。我为了拿学校这届运动会的冠军，提前做了好多准备，结果是不是我拿不到奖品你就特开心啊？小萌，要是你现在有了奖牌，病是不是马上就好了？那当然，要是我现在有了奖牌，我的病立马就会好起来。看看枕头下面。送给你的，从现在开始它就属于你了。你拿到冠军了？那是当然。瞧你自恋的。这不是自恋，这是实力。小萌，你好好休息吧，我还要回去找下教练。比赛刚一结束，我就过来找你了，教练还在等着我呢。好，那你快去吧。那你就好好躺着啊。你可是说过了，有了奖牌，病就会好起来的。阿爷。怎么了？没事儿。你路上慢点儿。我知道了，
我要给阿言一个惊喜，他开心了，也许就能相信我和我妈妈。我是周远照，从今天起，我正式出任总裁。在座的各位都是盛海集团的中流砥柱，盛海集团的成绩，也是家父和在座诸位多年努力的结果。相比各位，我只是盛海的一名新兵，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各位的鼎力相助，也请各位相信我。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公司的业务，熟悉在座的每一个人。江总，徐总监，我要盛海集团近5年的财务报表。对不起，周总，根据集团制度，任何人调取财务数据，都需要江总批准。我想大家的办公桌上都应该有一份总裁任命书的副本吧？难道有谁需要查验原件吗？不敢，不敢。以前是总裁的位子空缺，自然由蒋总来掌舵。现在我来担任总裁的位子，行使我的管理权力，把控集团业务，这点还有人不清楚吗？徐总监，财务报表明天早上放在我的办公室。是，周总。陈总，昨天已经通知你整理大客户的资料和营销费用分析报告，散会后放我办公室。周总，资料我们还在整理，可能还需要3、4天的时间。其他人呢？是不是都没有完成我的任务？都需要时间。周总，您要的数据跟现在公司的数据有些差异，还有您要的分析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就是部门所有人24小时轮轴转也做不完呢。项目部主管于飞，华清大学建筑学硕士，工作能力强，认真严谨，入职3年连年晋级，今年已涨薪15%，持有公司股份。其他人呢？是不是要我挨个点名啊？你们每个人的背景、特点、能力、业绩，还有你们在盛海的职业发展路线，都在我的脑子里。甚至，你们每个人在盛海的职务诉求、站谁的队伍、抱谁的大腿，我都一清二楚。这些，我只用了24小时。我只给大家3天的时间，请各部门领导交上来我想要的报表。交不上来和不想交的，等着人力资源部的辞退信吧。哦，对了。工作业绩突出者，年终奖有惊喜。喂，师姐。喂，小萌。你现在在哪儿呢？我在家呢。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记不记得你之前在福利院认识一个孩子叫天空？你之前答应过要去看他。糟了，昨天是探访日，我完全把这事儿给忘了。刚福利院的人给电视台打电话了，说天空失踪了，到处都找不到人。
老师们担心坏了，所以才把电话打到这儿来。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师姐，你先等一下。师傅，请问你们这边还有多久啊？啊，就快好了。麻烦你们快一点，谢谢。好。师姐，我现在马上就过去。秦老师，你们找到天空了吗？整个学校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他。他到底怎么了？天空这孩子性格本来就倔强，昨天上午他一直盼着你来，结果你没来。同学们都说他是小骗子，搞得他今天一整天都不开心，也不说话。晚饭之后就不见了。本来我们福利院规定是不允许随便进出的，可是正好这几天后面教室搞装修，小门总有工人进进出出的。晚饭之后有半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肯定是趁着那会儿大家不注意，从小门溜出去了。秦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遵守和天空的约定。小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关键是要先找到孩子。那这样吧，我们分头在福利院周围找找，我和乔真一起，你和其他老师如果找到天空了，就告诉我们一声。好，好，走，师姐走。天空，天空！这全都怪我，我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完全忘了和天空之间的约定。你说万一找不到天空了，该怎么办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先找到孩子。如果一会儿孩子找不到，我就报警，然后再通知台里同事插播紧急寻人启事。可是天空他不是普通的孩子啊，他有一只眼睛，只有微弱的视力，等会儿天更黑了，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不会的，这条路人和车都很少，他不会有事的。我们再去往那边找找。好，走吧。天空，小毛，看那边。天空，天空，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出来很危险啊？你知不知道福利院的老师为了找你，都快着急死了？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车站来呢？啊？天空，对不起啊，都是小萌姐姐不好，是小萌姐姐因为自己的事情忘记跟你的约定，姐姐说话不算数，我向你道歉。小萌姐姐，他们都说我是小骗子，我不是。你明明答应我们到福利院来跟我们讲故事的。对不起，对不起，天空，都怪我。我知道你不是小骗子，那姐姐答应你，等下次探访日，我一定去看你，好不好？我保证。本来我今天想来找你，可是我不知道该往哪走，只好一个人走到车站，而且我没有带钱，就没有办法坐车去找你。傻孩子，着急死我了。天空，找到了。去哪儿了？钱老师，这周探访日我一定过来给孩子们讲故事。好，谢谢，我们很欢迎。天空，你要答应小萌姐姐，以后再也不能偷偷跑出去，让老师们担心着急了。你要是答应姐姐的话，姐姐下次还来看你。好不好？秦老师，这是我的名片，要是有什么事啊，随时跟我联系。好。天空，我们要回去了。
跟小萌姐姐说再见吧。小萌姐姐，探访日你一定要来。一言为定，我一定会来。小萌姐姐，我在这里等你。好，周日见。我们走吧。走了，再见。阿言，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像小偷一样。我不想打扰你休息。几点了？12点47。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10点钟之前必须到家。你是在挑战我的底线吗？我今天是突然有事。福利院那个叫天空的孩子，他眼睛有点问题。上次我们在医院遇到他，你也看到了他。我不想听任何的解释，任何的理由。周小萌，按照我们的契约，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违背我的命令。对不起，我今天有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还没有说完你就挂了。所以你认为今天是我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准备怎么道歉？阿言，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跟我来。你喜欢吗？但是今天买不到拳击手套了，明天我会去专卖店买回来。你想用你的小聪明，让我改变对你和你妈的看法，别自作聪明了。我只是希望你在家里能有个练拳的地方。如果你再违背契约，后果会很严重，你自己看着办吧。阿言，你还记得这枚奖牌吗？记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可是对我而言，特别重要。它是你的荣誉，也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如果你想要，我把它还给你。你不想要就扔了吧，奖牌我有的是。这一切，难道都回不去了吗？你以为我每天像你一样闲，整天没事干啊？我现在想的只有盛海的明天，还有我爸出事的真相。我没时间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懂了吗？我懂了。难道这一切真的回不到过去了吗？可以了吗？小萌，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各部门注意啊！3、2、1，开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童话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萌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蒂科与金翅膀》。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叫蒂科的小鸟。开！怎么了，师姐？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没关系，小萌，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就好。好，准备了，开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童话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萌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蒂科与金翅膀》。珍姐，台里临时通知让小萌加入一条刘一杰祝福，这是串词。却不会飞，所以他的好朋友们每天都给他送去食物。直到有一天，这位叫蒂科的小鸟遇到了一只会许愿的鸟。进。周总，这是人事部转来的几份辞职报告，请您过目。其他那几位都是中层管理人员吗？是。他们是蒋总的人吗？也未必。这几个人在上海多年，我猜一则是对新任总裁的不太信任，再则是不想陷入集团的利益斗争当中。他们觉得从上海出去，走到哪里都会很抢手。这个还挺好看的。阿七，我一定要穿大红色吗？说实在话，淡雅清新的颜色确实比较适合你，但是这个色系是台里定下来的，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呀，小萌。师姐，你也知道我的情况。虽然周叔叔他不是我的家人，但是他一直拿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这他刚过世，我就穿大红色，这样不太好吧？我这心里也实在过意不去啊。小萌，我明白，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小萌啊，才2天不见，怎么又瘦一大圈？你说你怎么不多请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呢？这么着急回来工作，小萌啊，人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反正待在家里，
心情也好不到哪去，还不如回来工作，分散一下心情。小萌，台里领导坚持要你出镜录祝福语，色系不能改变。对不起。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阿七，你去把衣服拿过来，挑一件吧。就这件吧。这也是你父亲之前的规矩。每当员工要离职，他都会亲手递上一杯热茶。周总，我以前不喜欢喝茶，总觉得口感太温和。我更喜欢喝酒，刺激，痛快。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酒替代不了茶。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就好像盛海的每一位员工都有自己的价值。你在上海做事很多年了吧？是。对盛海的感情非常深吧？当然，盛海就像我的家一样。可是这个家太大了，有很多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主的。况且，盛海不允许办公室恋情。我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平常就是家和公司两点一线，也没有机会认识其他女孩。周总，你应该理解吧？非常理解。所以啊，我已经批准了你的辞职报告了。是我自己要走的，但是听到你批准了以后，我还是挺难受的。每一个人能掌控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只要在这个限度之内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其实说起集团的那些规定，有些我都觉得很可笑。好了，以你的才华，就算离开了盛海，以后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的。想家的时候就回来看看，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谢谢你，周总。周总，还有事吗？辞职的事情，
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你愿意留在上海，我很感激你。我保证，在任何时候，我都会跟大家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点我可以确定，董事会股东之间的任何纷争，绝不会影响到员工利益跟公司发展。周总，我相信你的话，也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眼下对于盛海和所有人来说，是很艰难的时期。说真的，你对我而言很重要。你愿意留下来，就是在帮我。这份情，我会一直记着。你放心，周总，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我相信。新雅，我刚刚到上海，许多事情只能看到表面。你在上海陪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我相信你对上海的了解，远远比我看得透。周总，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是个秘书而已。你现在是个秘书，你难道想一直做个秘书吗？我是一个看重能力的人，能为盛海集团做出贡献的人，我不管他之前是什么职位，但他以后一定会有更高的职位，比如子公司的总经理，也许还能获得股权，成为集团的新股东。周总，您的意思是说我能……青言，我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帮我做事的人，我会努力把盛海集团发扬壮大，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你的功劳。也许过不了1年半载，别人就都会叫你常总。周总，我一定会努力的，绝不辜负您的期望。突然一道裂缝拉切神经，将疼痛怂恿，我的一切变苍白，随快乐在浮穷，投入在你走后的空洞，摸不着生灵中的曾经，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被爱，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弥补世界里的疲劳。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纽扣，给出此刻爱的理由。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对你说，在不同的时空。Please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被爱，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弥补世界里的纰漏。Take back my heart, take back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纽扣，给出此刻爱的理由。Take back my heart。